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购物。一到了秋天，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冷。到了10月份，冬储大白菜和冬储大葱也已经上市了。北方朋友都有在深秋季节储存大葱和大白菜的习惯。那么这大葱买回家之后应该如何储存呢？以前在农村，大家都是把这种大葱放在土里面埋起来，埋个大概5-6厘米，之后呢放在墙根处。这样的话，冬天刮大风也不用担心葱会被吹倒。但现在大多数呢都是在楼房居住，这大葱买回来之后，如果储存不当，很容易变干、变硬，甚至呢中间出现黄心儿、烂心儿的情况。那今天我就来和您分享一下保存大葱的正确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一些纸巾，用厨房纸巾或者是家里面的报纸都可以。对于纸巾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其干燥，千万不要用潮湿的纸巾。接着我们将大葱也稍稍处理一下。一般我们买的大葱呢，很多北方地区这大葱都是20斤左右一捆，所以呢我们要提前给它检查一下，看看大葱中间有没有烂掉的，或者是那种中间断掉的，一定要给它提前处理掉。接着把大葱的葱叶子干的地方，有干尖的，还有这种已经有折痕的，全部给它剪掉。这样剪掉葱叶子之后呢，可以让大葱少流失一些水分。接着我们拿出刚刚准备好的厨房纸巾，把大葱的根部给它包起来。包的时候呢，一根或者是2根单独给它包起来。将大葱用纸巾缠起来之后呢，用小绳子或者是棉线、皮筋之类的给它扎好。大概这1根到2根左右的葱，刚好呢可以吃1天到2天。即使我们到冬天用的葱比较多，比如说做个葱爆里脊、葱爆羊肉之类的，2根葱也足够了。取一个一次性的橡皮筋，在纸巾外面给它缠上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将纸巾和大葱牢牢的固定在一起啦。2根葱左右给它固定成一把，这样的话我们单独储存，葱和葱之间就不会发生那种碰撞。这样的话，即使有一把葱出现任何的问题，其他的葱没有绑在一起，也不会被传染。接着我们找一个纸箱子，在纸箱底下铺上一些纸巾，保持干燥。之后将已经绑好把的大葱直接铺在箱子里面，放在箱子里的时候一定得竖着放，这样的话大葱和大葱之间都会有一些空隙，有空气流动，大葱呢就可以时常保鲜，不积压在一起，中间呢就不会出现水汽，不会发生腐坏变质的情况。而且如果您一次性储存的葱比较多，也可以往里面撒上一些小苏打，撒在箱子底下就行。撒好小苏打之后，这大葱呢不会生根，不会往出长新叶子，水分流失的就比较少。接下来咱们看看第2种保存大葱的方法。首先还是取出2根大葱，将大葱切成长一点的段，每一段的长度是20厘米左右。切的时候，即使大葱外面有干皮，也不要管它，先直接这样切开。如果有干皮的话，就直接自带着。葱白和葱叶一定要单独存放。葱白质地脆嫩，水分比较多，而葱叶子里面呢水分比较少，单独存放。毕竟这葱白和葱叶也是有单独用途的。像葱白部分呢，我们可以切葱丝炒菜吃，或者给它切成葱花，平时拌凉菜之类的都能放。而葱叶子质地比较老，纤维比较多，我们单独存放，留着它可以用来焯肉。给肉类焯水的时候，一般放一些葱、姜、花椒、料酒之类的，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葱叶子。接着我们将大葱按照2根或者3根为一组，给它放在保鲜膜中包起来，包得紧实一些，尽量不要让它有空气，这样的话大葱保存的时间就会比较长。一旦接触空气的话，它氧化、变质、发霉的速度就要大大增快了。同时葱叶子也用这个方法，用几个葱叶子给它叠放到一起，之后呢放到保鲜膜中包起来，下一次我们焯水的时候就可以拿这种葱叶子来代替。这种绿油油的葱叶子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丑，但是呢它去腥增香的效果和大葱是一样的。用保鲜膜将其包住之后，不仅可以让里面的水分不至于散发出来，让大葱变干，同时呢它也可以抑制异味，因为大葱本身会有一种比较刺激的气味。用保鲜膜将其包紧之后，再在外面套上一个塑料袋，之后就可以放入冰箱中保鲜了。这样放到冰箱，它里面的异味散发不出来，其他的食物也就不会传染异味了。记得这里面放到冰箱的时候是要放到冷冻室，而不是冷鲜室哦。
大葱放到冷冻室之后不会冻成那种硬邦邦的状态，它冻好之后切起来也像冰沙一样。所以您不需担心大葱冷冻的时间过长会变得特别硬，下次吃的时候难以切动。因为即使放到冰箱中进行冷冻，这些大葱呢冻好之后也不会变成那种特别硬的状态。而葱叶子由于里面的水分比较少，不用担心它会腐坏变质，我们可以直接放到冷鲜室，平时焯水的时候就可以使用。第3个小窍门，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水瓶子，就是这种最普通的矿泉水瓶就行。首先我们把盖子拧开，接着拿出一根大葱，待大葱距离葱根部大概20-30厘米的地方，我们给它斜着切开一刀，把这些上半部分的葱叶子直接给它切掉，这样是可以尽可能少的让它流失水分。接着我们把这下半截葱直接给它插进矿泉水瓶中，别忘了在里面加上一点水，这样可以让葱的根部吸收水分。如果是已经没有葱根或者断掉的，这样的方法就没有办法储存了。稍稍搅拌一下之后呢，就不用管它了，葱呢会顺着葱心的这个地方继续长出新的葱叶，我们呢就可以从上面把它新长出来的葱心直接给它吃掉。如果它长的速度跟不上我们吃的速度，那吃的比较多了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不用担心，我们照常的把这个大葱拿出来，将上面一节葱直接给它切掉，不管是当葱花炒菜吃，还是用来做别的用途。那么下面这一节呢，继续放回瓶子，瓶子如果比较长的话，就从中间给它对半切开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把大葱泡在里面了。而且由于下面有水分，我们这大葱还是可以从中间的葱心部位继续往出长叶子。别忘了把水瓶子稍稍修剪一下，避免毛茬扎到手。修剪好之后，就可以将大葱直接放回来啦。别忘了下面一定要放点水哦。如果您家的葱比较多的话，可以找一个大一点的桶，之后呢将大葱全部放到桶中，下面呢放一些沙子，我们可以给沙子里面喷上一些水，这样就相当于跟农村一样，把葱给它种起来，大葱就会持续不断的从葱心这里面继续往出长。我们呢就可以像割韭菜一样，一茬一茬的吃到新鲜的大葱。这个方法也是非常好用的哟。接着咱们来看看第4种方法。第4种方法将大葱洗干净之后，先给它切成段，之后呢我们将其切碎，葱白和葱叶同样的都给它洗净之后切碎，将其切成平时我们炒菜的时候葱花的大小，尽量不要切得太大，以免我们在用的时候还需要再返工。切好之后呢，可以给它装进密封盒或者密封袋中，建议您可以直接使用这种密封袋，这样的话既可以节省空间，这袋子呢下次使完之后还可以接着用。放好葱之后，直接给它拉紧密封条，别忘了把里面的空气给它往出挤一挤。写好今天的日期之后，这大葱我们就可以放入冰箱中进行冷冻了。大葱的葱叶部分我们可以留着炖菜，因为它的纤维比较重，而葱白部分呢，由于比较脆嫩，我们平时炒菜、烧汤、拌凉菜都可以用得上。同样的，葱白部分切碎之后，也给它装进密封袋中，拉紧密封条之后，写好今天的日期。冷冻的大葱它冻好之后呢，并不会影响其口味，像葱、姜、蒜这样的炝锅食材都可以放到冰箱中进行冷冻。蒜末和姜末切好之后，也一样可以给它装进密封袋冷冻起来。吃的时候，我们直接从冰箱中取出一些放进锅中就行，无需解冻，可以直接炒，既简单又方便，而且呢不会形成浪费，吃多少用多少。这样的话，保存起来更加的简单、经济又环保。这种保存大葱的方法呢，也是我家用的最多的。好了，这4种保存大葱的方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，您学会了吗？